各位，现在把你的一只手伸出来，看一下你的小拇指。没错，就是这根躲在最旁边、最后面的手指头。你别看这小拇指细细小小的，毫不起眼，平常好像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真的是大错特错咯。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冬天，我去探望一个曾经叱咤商场的大老板，结果呢，老了中风，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加护病房里。再看门外，他的3个儿子、2个女儿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到底在吵什么？为了争产啊，老人家气都还没断嘞，外头亲情就已经撕破脸了。而同一天下午，我路过巷子口一家卖牛肉面的阿伯家，阿伯一辈子没赚过什么大钱，就守着那一口老汤锅。可是你猜怎么着？阿伯70岁了，满面红光的坐在摇椅上，孙子帮他捶腿，孙女给他剥橘子，媳妇在厨房里炖着鸡汤，一家人和和气气，笑声不断。你看这2个人，论财富那是天差地远，但论晚年的福气那也是天差地远。我当时就看了看他们俩的手，这一看秘密全出来了。那个千万富翁小拇指又短又歪，根部还特别低，而那个卖牛肉面的阿伯小拇指圆润饱满，长长直直的一根。各位，在我们传统的相学里面，这小拇指啊，管的就是你50岁以后的运程。老祖宗把小拇指叫做第2根大拇指，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着你的子孙运，你的晚年福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你身体里肾精和肾水的反射区。你年轻时候拼死拼活赚来金山银山，老了要是没子孙疼，没好身体可以享受，那算哪门子的福气吗？那根本叫白忙一场。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们怎么透过这根小拇指一眼看透你的晚年运势和子女的能力。大家耳朵竖起来听仔细咯。首先呢，很多人肯定现在已经在举着手看了，尼斯啊，我这小拇指到底是长还是短了？别急，看相总得有规矩。你把手伸出来，5根手指头自然并拢，不要死命的伸直，就自然的靠在一起。这里有个大前提，大家千万要记住，一定要看指根的位置。什么是指根？就是你手指头连着手掌的那个缝隙。你仔细看看，我们每根手指的指根高低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比较长短的时候，你在心里得把指根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来比，这样才准。好，指根看好了，我们来看长度标准。什么是标准的及格线？就是你的小拇指指尖刚好达到旁边那根无名指的最上面那条关节横纹。你看无名指有3个节，最上面那一节和中间那一节交界的地方有一条线，我们叫它第3指节横纹。你的小拇指尖刚好齐平这条线，不多也不少。如果你的小拇指刚好是这个长度，我要恭喜你，这叫中庸之道。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最平稳的剧本。这种人是什么性格呢？2个字，保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追求的是安安稳稳，细水长流。我给大家讲个在巷口开家庭理发厅的阿美姨的故事，你们一听就明白了。阿美姨就是那种你在每个老社区都能见到的最朴实的传统台湾妈妈。她的手伸出来，那个小拇指就长得标标准准，刚好齐平无名指的上面那道横纹。早年阿美姨的老公老吴跟着朋友去炒股做生意，哎呦，那阵子老吴每天西装笔挺，出入高档餐厅，赚了不少块钱，人就开始飘了。老吴整天劝阿美姨，老婆，你每天在这边给人洗头剪头发，站到腿酸才赚几个铜板钱，干脆把店收了，把咱家这栋老房子拿去银行抵押，我全部投进股市，保证明年让你住阳明山的别墅。换做贪心的女人，这时候早就被钱砸晕了头，跟着一起做发财梦了，对不对？但阿美姨没有，她极其保守，不管老吴怎么画大饼，她死死守着那栋老房子的房屋权状，每天依旧穿着围裙，笑眯眯的给街坊邻居剪头发，把赚来的辛苦钱一笔一笔的放进银行做定存。老吴当时还在外面跟朋友嘲笑他，我老婆啊，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妇道人家，天生的劳碌命，不懂得享受。后来怎样？遇到金融风暴，股市大崩盘，老吴不仅把赚的钱全赔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那天晚上，老吴像只斗败的公鸡，坐在客厅里捶胸顿足，连寻死的心都有了。这时候，阿美姨从厨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排骨汤放在桌上，然后从房间抽屉里拿出一本存折，
平平静静地推到老吴面前。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在外面折腾累了，跌倒了，只要这栋房子没抵押出去，我们一家人就没有流落街头。我这几年剪头发存的定存够把你的债还清，还能供2个孩子读完大学，天塌下来家里这口锅还有热汤喝。你看，这就是标准小拇指的人的智慧。他们不贪图一时的暴富，他们要的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就算外面有金山银山的诱惑，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绝不拿家庭的根基去冒险。老吴当时看着那本存折，一个大男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从此彻底收了心。后来老吴就在理发厅拿着扫把帮老婆扫地、倒垃圾、端茶递水，把老婆当成救命恩人一样疼。到了晚年，能有这样个避风港，有一个老伴互相搀扶，这才叫福气啦。你别看他年轻时候好像没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浪漫，这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好了，我们把这及格线讲明白了。但是呢，世上的人千姿百态，不是每个人的小拇指都这么标准的。有的人小拇指特别短，连无名指的第2节都碰不到。有的人呢，小拇指就特别长，快赶上无名指了。这2极端的人，他们的命运、婚姻、子孙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里面可是藏着大麻烦、大玄机的哦。接下来我们就讲小指短不过3关的老实人受苦记，还有那些身体里藏着的健康隐患。你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或者看看你老公、你老婆的手，有没有发现，哎呀，这小拇指怎么这么短，怎么拼命伸，他连无名指的第2节那条横纹都够不着。在相学里，这种手相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小指过不到3关。很多好朋友一听这个词，心里就揪了一下，吓坏了。尼斯啊，人家说短不过3关，是不是代表我这辈子完了，老了没人管，注定要当乞丐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相学不是让你用来自己吓唬自己的。小拇指短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坏人，更不是什么天生的大恶人。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给你8个字：笨嘴笨舌，行动派的。跟你讲实话，大多数人小拇指显得短，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小指起始位置，也就是指根长得太低了。这在性格上代表什么？代表这种人在语言表达方面天生就比普通人要欠缺一些。他们就是那种非常憨厚老实的人，心里什么都明白，就像明镜似的。但是一到关键时刻，那一张嘴就像被缝上了一样，半天吐不出半句话来。无论是在公家机关开会，还是私底下跟朋友亲戚聊天，他们总是很难让人明白他们的真实意思。有时候一着急，结结巴巴，不知所云。这种性格好不好，在现在这个社会吃大亏了。因为不会说好听话，不善于跟人建立那种很亲密的人情交际，所以在人际交往里，他们绝对是妥妥的背黑锅的，犯小人的几率自然也就比别人高得多了。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例子，你们一听就知道我在说谁了。可能你身边甚至你家里就睡着这么一个人。我以前认识一个修车厂的师傅，叫老李。老李今年50好几，快60了，一辈子都在跟汽车底盘机油打交道。老李的手伸出来，那小拇指又粗又短，离那道3关差得老远。老李的老婆当年是没人介绍的，跟他过了一辈子，也抱怨了一辈子。为什么抱怨？因为老李太像一块木头了。他老婆常跟我吐苦水，尼斯啊，你看别人家的老公逢年过节买朵花，嘴巴甜得跟抹了蜜一样，一口一个老婆辛苦了。我家这个死老头呢，结婚30年连句我爱你都没说过。有一次我过生日，暗示他买个礼物，结果他晚上回来给我提回来2桶打折的沙拉油。你说气人不够气人。在修车厂里呢，老李也是最受气的那个。厂里有个年轻人叫小王，每次老板一来，小王就端茶递水，老板您看您今天气色真好，生意肯定发大财。而老李呢，看到老板来了，头都不抬，继续在车底下一身油污的干活。有时候小王修坏了车，老板就冲老李吼，老李你怎么带的人，这车怎么搞的？老李呢，拿着扳手站在那里，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能低着头默默地钻回车底，把小王留下的烂摊子重新修好。这就是典型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但是你们仔细想一想，老李真的是个没情趣没本事的人吗？有一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
我路过厂房，看到里面还有一盏昏黄的灯亮着。我走近一看，是老李，他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个人气喘吁吁的给一辆大货车换避震器。那玩意多重啊！他浑身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我问他，老李，这么晚了还不回家？老李憨厚的笑了笑，擦了擦手上的油，慢吞吞的说，尼斯，我嘴笨，不会哄老婆开心，我就想着多修一辆车，能多赚点论件计酬的钱。下个月我女儿要交大学注册费了，我老婆前阵子说腰疼，我想给她换个软点的床垫，我不干谁干呢？听到没？这就是小拇指短的人，他们是不成熟，他们是有性格孤独的倾向，他们不懂浪漫，但是他们把所有的爱，所有的责任都化作了默默无闻的行动。小指短的人结婚后的爱情其实是比较幸福的，为什么？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后来老李的老婆生病住院，同病房的那些所谓浪漫的老公来看一眼，扔下点钱就去打牌了。只有老李请了半个月的假，日夜守在床前，把屎把尿，一口一口的喂饭。这时候他老婆才明白，什么甜言蜜语都不如这个老实男人宽阔的肩膀可靠。说完了性格，我再从健康保养的角度给你们提个醒，这可是关系到你们保命的东西。从中医角度讲啊，小指是我们人体肾经的反射区。老子中说肾主水藏精，这小指头如果短于标准长度，往往说明这个人先天的气血肾气就不如别人充足。大家回想一下，这种人是不是从小体力精力就相对比较差，跑不快，跳不高，身体的运动速度比较慢，连说话也是慢吞吞的。在幼年和少年时代，这种特征尤其明显。到了成年以后，小指短管着生殖功能，过短的小指表明这方面的能力一般，因为精力不足嘛，男女常常处于一种疲累的状态中。但是你换个角度想，这算不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他精力有限，他下班回家就想躺着休息了，他哪里还有那个精神去搞外遇，去外面花天酒地啊？所以这种人出轨的几率极低，晚年他们一定是从早到晚留在家中，跟老伴相伴到老的。当然了，我要提醒各位小指短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心脏、肾脏和生殖系统的保养。平常少熬夜，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像黑芝麻、黑豆，把肾气补足了。而且因为小指代表子女，小指太短的话，可能在求子方面要多费点心思，或者将来子女的发展比较频繁，给不了你太大的助力，你需要为他们多操点心。总之，小指短的朋友喜欢直来直去，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讲究信誉，虽然嘴笨，但财运反而是稳扎稳打的。好，讲完了小指短的老实人，现在肯定有人沾沾自喜了，看着自己那修长饱满，直接超过无名指最上面那条横纹的小拇指，心里乐开了花。哎呀，尼斯刚刚说了，小指长的人处事圆滑，有才华，财富能力强，那我这晚年绝对是八面玲珑，稳赚钱，到老不知何忧愁了吧？哎，我跟你讲，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老祖宗讲究的是4个字，中庸之道。凡事啊，过犹不及。老天爷给你打开一扇门，必定要在别的地方给你关上一扇窗。你的小拇指要是长度超过了无名指第3指节的横纹，甚至快要到达无名指指尖的位置了，在相学上，这代表你这个人极其聪明，极具主见，有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商业头脑，你口才好得不得了，而且异性缘特别好，走到哪里都有人喜欢。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大老板，他们的手伸出来，几乎毫无例外，都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节线更长的小拇指。但是，各位好朋友，但是来了哦，这种人往往容易犯一个大忌，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这么说？我给你们讲讲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大老板，姓王。这个王老板啊，做外贸生意的，脑子转得比陀螺还快。他那根小拇指又长又直，前端远远超过了无名指第1、2节的横纹。你要是看他在商场上谈生意，那简直是一场艺术表演。酒桌上，他能把上到80岁的老局长，下到20出头的小助理，全都照顾得服服帖帖。别人喝得东倒西歪，他依然西装笔挺，面带微笑，一边跟你称兄道弟，一边在心里把利润算到了小数点后2位。
这种人经商能力和商业敏锐度那绝对是顶尖的啦。可是你真以为他过得幸福吗？大错特错。有一天，王老板的老婆跑到我这里来诉苦，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他跟我说，尼斯啊，我跟老王这日子是没法过下去了，这人太精了，精得让人害怕。我问怎么了，他接着说，他在外面谈生意八面玲珑，回到家里也是满脑子的算计。我们家买个沙发，他能把卖沙发的店员从材质、进货价到运输成本辩论的人家哑口无言，最后虽然省了几百块钱，但把人家气得半死，在家里跟我吵架。哎呦，他那张嘴啊跟刀子一样利，引经据典的条理清清楚楚，1、2、3、4，把我的错挑得明明白白，绝不吃一点点亏。我是他老婆啊，又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每次都要赢，吵赢了理，却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全给吵没了。听到了吗？这就是小指过长的人的致命伤。因为他们能言善道，所以常常喜欢强辩，他们太有主见了，自我意识极度强势。在事业上他们好权谋，善于攻心计。你平常看他笑嘻嘻的，其实他心里随时在盘算怎么把你装进口袋里。这种人短时间内能赚大钱，但时间长了，别人一旦看穿了他的本性，谁还敢跟他交心？最后往往是得罪的人还不自知，落得个人缘极差的下场。再说到感情，相学上讲，小指过长的人初恋往往不顺。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谈恋爱讲究的是一个纯字，凭的是一股傻劲儿和一腔热血。可是小指长的人太理智了，他们即使在最冲动的时候，脑子里也在评估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条件匹不匹配，投资报酬率高不高，算着算着初恋就黄了。结婚以后呢，就像王老板一样，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伴侣争吵。他们忍受不了伴侣的愚笨或者不合理，一定要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各位，你们也是大半辈子走过来的人了，你们说这家里是讲理的地方吗？家是讲爱的地方啊。你赢了所有的道理，最后把老婆孩子都逼走了，你一个人抱着金山银山，老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这算哪门子的福气？后来王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但他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大家跟他吃饭都是戴着面具，小心翼翼。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孤零零地躺在单人特等病房里，看着窗外的落叶，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打电话给老婆，老婆借口要照顾孙子没来，打电话给以前的老朋友，人家客客气气地说正在开会。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半辈子算计来算计去，把人心都给算丢了。所以尼斯在这里要奉劝那些小拇指特别长、特别会说话、特别精明的朋友们一句话，难得糊涂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不用事事都争第一，不用每句话都占上风，在爱人面前装傻充愣一下，在朋友面前偶尔吃点小亏，把你的聪明才智用在事业的开拓上，把你的宽容和厚道留在家里和人际交往中，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这才是能保你晚年儿孙绕膝、福泽绵长的正道。好了，刚刚我们把小指的长短大体上讲完了，但是你们知道吗？人的手相精妙绝伦，仅仅看长短是不够的。你们现在仔细看看自己的小拇指，它是不是有3个关节？这3个小小的关节就像是老天爷在我们手上安的3个小抽屉，最上面那个抽屉管表现力，中间那个抽屉管语言很忠诚，最下面那个抽屉管社交很天真。每个人的抽屉大小长短都不一样，里面藏着的妖魔鬼怪和性格秘密，那可真是千奇百怪，让人大开眼界。有的人为什么结了婚却死性不改，非要跟异性单独去旅游？有的人为什么看起来是个闷葫芦，其实心里是个想飞的浪子？有的人为什么一辈子死脑筋，只会给老婆送同一种礼物？这秘密全在这3节指头里。我们一起来拿着放大镜看看这3个指节里藏着什么好玩的门道。大家仔细看，我们每根手指头从上到下是不是都有3节？中间有2条横纹隔开，这从上往下的3节，在我们香学里，那可是3个极其重要的密码箱。你这辈子是巧舌如簧还是笨嘴笨舌，是死心塌地还是朝三暮四，全在里头写得明明白白。我们一节一节往下拆，你对着自己的手，或者抓过你家老伴的手，对号入座，看看准不准。最上面这一节
管的是什么？管的是一个人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如果这一节特别长，哎呦，这种人你放在人群里，他就是个发光体，他表现能力极强，脑子里想什么，他能用极其丰富、极其好听的语言给你描绘出来。这种人观察力惊人，别人心里想什么，他一眼就能看穿，所以绝对不容易上当受骗。但是尼斯要在这里划重点了，这种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异性缘太好了，好到容易出事。我以前有个客户姓陈，是个卖保险的业务经理，他那个小拇指第一节长得特别饱满修长。老陈这人长得倒是一般，但他只要一开口，那真是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那些富太太客户，被他哄得心花怒放，业绩好得不得了。有一次老陈老婆来找我哭诉，说老陈要跟一个女客户合伙开公司，两人还要单独去外县市考察项目。我一听，赶紧把老陈叫过来，指着他的鼻子骂，老陈，你看看你小拇指最上面那一节，相学上铁口直断，第一节最长的人，婚后绝对不可以跟异性合伙做生意，更绝对不能单独跟异性去旅游。为什么？因为你太有吸引力了。你以为你只是去谈生意，但你那种无微不至的观察力、绝佳的表达能力，孤男寡女走在路上，别人能不被你吸引吗？你定力再好，也架不住那种磁场的互相纠缠啊。后来老陈听了我的劝，把那项目推了，结果没过半年，那个女客户就因为经济诈骗被抓了，老陈逃过一劫，老婆也保住了。反过来，如果这一节特别短呢，这就刚好相反了。这种人天生怕羞，表达能力极弱，心里有10000句我爱你，到了嘴边就变成一句吃饭没。因为他不善表达，所以别人很难了解他，人缘往往比较差。这种人性格往往天真可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但也极容易相信别人。所以尼斯同样警告这类人，婚后千万不要单独跟异性出去。为什么？因为你太单纯了，别人几句甜言蜜语一哄，你脑子就发热，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好，我们看中间这一节，这一节管的是你说话的深度以及你照顾人的本能。如果中间这一节最长，这种人尼斯要竖起大拇指夸一句绝世好伴侣。在相学里，中间一节最长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护士型的人格，他们极其擅长照顾人，婚后特别喜欢照顾枕边人。最厉害的是，这种人忍耐力极强，就算伴侣脾气再坏，身体再差，他们也能咬紧牙关撑下去，极不容易离婚。你们去医院看看，那些从业几十年、口碑极好、任劳任怨的医护人员，大多数中间这一节都特别长。如果中间这一节最短呢，哎呀，遇到这种人，你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为人忠心耿耿，立场极其坚定，打死不退。听起来像是个大优点，对吧？其实不然，坏就坏在4个字：冥顽不灵，不知变通。我给你们讲个极其好笑但又很真实的例子。我有个换铁兄弟老赵，那小拇指中间一节短的几乎快没了。老赵对他老婆那是真的忠诚，绝无恶心，但是他老婆一提起他就气得直翻白眼。为什么呢？老赵老婆跟我说，尼斯啊，你评评理，30年前我们谈恋爱，他送了我一条红丝巾，30年了，情人节送红丝巾，我过生日送红丝巾，结婚纪念日还是送红丝巾，我家里抽屉里塞了30多条一模一样的红丝巾，都能开染坊了。我暗示他买个项链，买个包，他就像听不懂一样。我一生气把丝巾扔地上，他还在那委屈，在那边碎碎念说，你以前不是挺喜欢的吗？女人真是善变，你说他是不是个死脑筋？这就是中间指节短的人的典型心理。他们觉得我认定了一个理，我就坚持到底，我对你忠诚，我就用同一种方式对你好。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环境和时间去变通。面对这种死脑筋，你只能直接下达指令，千万别让他去猜，他绝对猜不到。最后我们来看这最底下一节，指根部的这一节。这一节管的是你和这个社会打交道的能力，还有你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如果最下面这一节最长，这种人你千万别想把他关在笼子里，他们天生向往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骨子里就是个喜欢自由自在的浪子。这种人往往能言善道，极其讲义气讲道理，而且非常善于辩论，你跟他吵架你是绝对吵不赢的。如果你家老公是这种手相，我教你一招保命符，婚后一定要给他多一点自主权。我认识一个姓林的老哥，
最下面这一节特别长。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深山野林里钓鱼。他老婆以前管得严，周末非要他陪着逛街，不让他去钓鱼。结果老林在家里就像一头困兽，天天找茬吵架，摔锅砸碗，家里弄得鸡飞狗跳。后来我指点他老婆，你老公那是天生向往自由的命，你把他死死拴在裤腰带上，他非咬断绳子跑了不可。你放他去钓鱼，给他一点私人空间。他老婆半信半疑的照做了。结果呢，老林每个周末高高兴兴去钓鱼，钓完鱼回来主动拖地做饭，把老婆当太后一样伺候。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魂得到了释放啊。如果最下面这一节最短呢，这种人往往个性极其内向，天真得让人心疼。他们表达能力弱，在社交场合往往是坐在角落里默默不语的那个。如果小指和无名指之间还有明显的缝隙合不拢，那说明他在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时候，内心会感到极度的困难和痛苦。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是这种手相，你一定要在生活中多保护他们，你必须要主动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受了委屈是绝对不会主动开口说的。好了，我把这小拇指的长短关节可以说是扒了个底朝天，但是这还不是最要命的。看手相怕的不是短也不是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长得奇形怪状，歪歪扭扭。在老祖宗的命理学里，小拇指还有个极其神圣的身份，它代表着你的子息，也就是你的儿女晚辈。如果你小拇指长得直直顺顺的，不歪斜，圆润饱满，我要恭喜你，你的儿女大概率是来报恩还债的。就算他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肯定安分守己。到了老年时期，你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儿女绕膝，闲来无事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是如果你伸出手来一看，哎呦，这小拇指怎么是歪曲的，短小的，甚至有些人手指头特别柔软，那个小拇指能向后弯曲很大一个角度。遇到这种手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相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小指特别短小歪曲，表示子女不给力，他们不仅不能成为你的骄傲，反而会让你一辈子为他们操心费力。如果小指形状歪曲短小，老年的运势必然减损，还要特别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毛病，因为你常常被气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愁得吃不下饭。好，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算命桌前的真实故事，你们听完就知道什么叫命理因果，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了。那是几年前的一个下午，诊所里来了一位60多岁的单亲妈妈，大家都叫她林阿姨。林阿姨一进门，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倪师啊，您救救我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让她坐下。我一看她那双手，那是一双经历了多少风霜的手啊，全是老茧，骨节粗大，但是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她的那根小拇指，又短又细，而且严重向外歪斜，指尖几乎要翻过去往后仰了。我叹了口气，还没等她开口，我就说，林阿姨是为了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来的吧？他又欠了多少赌债？林阿姨猛地抬起头，满眼震惊，随后眼泪像决堤一样流了下来。倪师，您怎么全都知道？各位，手指柔软，小指能向后弯的人，性格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心太软，耳根子太软。他们经不起别人说好话，别人一求自己，或者一掉眼泪，他们马上就容易改变主意。林阿姨就是典型的这种人，她老公死得早，她一个人拉扯儿子阿宝长大，觉得孩子没爹可怜，从小就溺爱，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结果呢，硬生生把一个孩子宠成了一个好逸恶劳的废人。这儿子整天游手好闲，学人家去地下赌场赌博，没钱了就回家找老娘要。林阿姨声泪俱下的跟我描述她家里的惨状，每次儿子跑回家就跪在她面前，哭得比谁都惨。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是最后一次，您要是不救我，他们就要砍掉我一只手。好，我是你唯一的亲骨肉。好，林阿姨小指短，原本是个老实木讷的人，加上小指后弯，心肠软得跟豆腐一样。看到儿子哭成这样，她心里那道防线瞬间就崩溃了。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想，哎，谁叫我是他妈呢？我上辈子欠他的啊。于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把家里的积蓄拿光了，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最后连自己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养老金
都拿去给儿子填了那个无底洞。可是结果呢，儿子消停了没2个月，又跑去赌了。阿姨走投无路，这才跑来找我求救。我听完，看着林阿姨那根歪曲的小拇指，气得拍了桌子。林阿姨，我大声呵斥她，你以为你在救她哦？你是在害她吧？你也是在毁你自己。我指着她的手对她说，你看你的小拇指短小歪曲，代表你这儿子天生就不是让你享福的，他就是来讨债的。但是讨债也有个限度，你把他养大成人，这债就已经还清了。现在是你自己心软，是你自己看不破，一次又一次的纵容他，这才把因果的窟窿越扯越大。很多父母就是这样，明明子女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却还要把子女的因果业障背在自己身上。你替他扛了雷，他怎么会知道疼？他永远不会长大。我当时给林阿姨下了一道死命令，从今天起切断一切经济援助，不管他是哭是闹，你1毛钱都不要给他，连住都不要让他住在家里，让他自己去面对债主，去工地做出工也好，去当清洁工也好，那是他自己造的业，必须他自己去还。林阿姨哆嗦着说，可是尼斯，万一他真的被债主打死了怎么办？我严厉地看着他，人的命天注定，他要是真把自己搞死了，那是他的命数尽了。但如果你再把自己的老本填进去，你不仅救不了他，你们母子俩最后只能一起去当乞丐，你连个买骨灰坛的钱都没有，你这是晚运凄凉啊。各位，你们知道当父母要做到放手这2个字有多难吗？那比剜他们的心头肉还要痛啊。林阿姨走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走的，后来过了2年，她提着一篮子鸡蛋又来看我，整个人虽然还是苍老，但精神状态好多了。她告诉我，她当年咬着牙听了我的话，狠下心把儿子赶出了家门，断绝了关系。儿子一开始天天在门外骂他狠毒，后来见真的榨不出油水了，债主又逼得紧，只能跑去偏远山区的铁工厂里干苦力还债。干了2年，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头，竟然奇迹般的戒掉了毒瘾。现在虽然穷，但总算能踏踏实实靠劳力吃口饭了。而林阿姨自己呢，保住了最后一点养老钱，现在每天在社区里跟着老姐妹们跳跳土风舞，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这就是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大智慧。面对来讨债的子女，尤其是小指歪曲变形的朋友，你们必须学会抽身。你把他们养大，你已经尽了人道，剩下的因果是老天爷的事，你的晚年是你自己的，你得为自己留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啊。讲到这里，估计很多大哥大姐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手藏进口袋里。哎呀，尼斯，我的小拇指就是又短又小又歪，那是不是代表我这辈子彻底完蛋了？晚年注定是个劳碌命，注定没有好日子过了。别慌，命理上从来没有绝对的死局，先天长得不好，后天难道我们就只能干瞪眼等死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就要教给你们几个简单实用，不用花大钱就能逆天改命的绝招，教你怎么把流失的财运和晚年的福气补回来。第一招，最简单粗暴的指甲补运法。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强调小指的长度要过无名指的第3节横纹才算及格吗？如果你天生小指短，差那么1节过不去，怎么办？老天爷没给你长骨头，你自己不会借点长度吗？留指甲啊。我们相学上有一个极其巧妙的破解法，如果你小指未超过无名指1、2节的横纹，你可以把你这根小拇指的指甲留长一点，让指甲的尖端正好达到或者略微超过那个横纹的及格线，这在命理上叫做补气，把你短缺的那部分晚年运势、商业头脑和财运用指甲的灵气给接续上。你看我们平常在菜市场、在公园里经常看到一些阿伯喜欢把小拇指指甲留得长长的，别人以为他只是为了掏耳朵、抠牙缝方便，其实啊，很多人是阴差阳错的补了自己的晚年运。但是我要在这里给你们提个醒，留指甲可以，千万不能留成老妖怪。有的人贪心，觉得越长越好，留得跟黑山老妖一样长，弯弯曲曲的，里面全藏着黑泥和细菌，这就大错特错了。香学最讲究清透洁净，指甲藏污纳垢，那是会带衰的。你只要留到刚好平齐那条线，修剪得圆润干净，这就足够辅助你的财运了。第二招，带上防小人招财神的尾戒。如果你说，尼斯啊，我不习惯留长指甲，或者我是做餐饮的、做家事的，留指甲不卫生也不方便，那怎么办？
老祖宗还给你留了第二招，戴尾戒。大家记住，手相里大拇指和小拇指这首尾2根指头跟我们的财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小指不仅要伸得直，更要形美。如果你的小指短小，甚至上面有疤痕歪曲，你在小指上戴上一枚尺寸合适的戒指，这就是最好的风水补救。这尾戒怎么戴，有什么讲究？你记住，男左女右，或者你觉得哪只手比较不顺眼就戴哪只。材质上不用去买什么几克拉的大钻石，就简简单单打一个素面的银戒指或者金戒指。我以前有个做小本生意的客户，人老实，小指短，天天被同行排挤，被合伙人坑钱。后来我让他去打了个银尾戒戴上。为什么？因为金属有它独特的磁场，你戴在小拇指上，一方面是物理上增加了小手指的分量和存在感，相学上这叫锁财，把原本容易漏掉的钱财给圈住。另一方面，你每次看到这个戒指，心里就会有一个潜意识的提醒，防小人，多长个心眼，谨言慎行。这就是心理风水和物理磁场的双重结合。戴了没半年，这客户的生意就稳当了，坑他的人也离他远了。第3招，不花1分钱的肾气长寿操。刚刚我从中医角度给大家讲了，小指是我们身体肾经的反射区，小指短意味着先天肾气不足，体力差，老了容易腿脚不利索，心脏和生殖系统出问题。这第3招不用花1分钱，建议大家先按个赞收藏起来，免得看完了想跟着学又找不到影片。长辈们，你们记住了，要想晚年不用看子女的脸色，最硬的底气不是你有多少存款，而是你有一副不用人伺候的好身体。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每天晚上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你们就伸出双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去捏另一只手的小拇指，从指根一直捏到指尖，再轻轻地转一转，揉一揉，左右手交替着来，每天捏个10分钟，十指连心啊！你揉捏小拇指，就是在按摩你的肾经，就是在激发你体内的先天之本。时间长了，你不仅手脚会变得暖和，精神头也会越来越好。老了不生病，能吃能睡能走动，这不就是天下最大的好风水吗？好，这招数教给你们了，你们回去照着做，绝对有好处。但是各位，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留指甲也好，戴戒指也好，捏手指也好，这都叫术，这叫外在的修补。我们老祖宗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你看，命和运那是先天的剧本，风水是外在的条理。但这世界上最强大最能逆天改命的风水，其实根本不在手上，也不在你们家祖坟上，而在哪里？在你胸膛里跳动的那颗人心。香学只是告诉你，老天爷发给你了一副什么样的烂牌或者好牌，但怎么把这把牌打好，全靠你的心念。你的小拇指再长再漂亮，是个天生的大富大贵之相，但如果你心术不正，满脑子都是算计别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对老人不孝，对伴侣不忠，我告诉你，老天爷随时能把你这福气给收走。多少人年轻时飞黄腾达，老了却落得个锒铛入狱，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反过来，就算你的小拇指又短又歪，连3关都过不了，先天就是个劳碌命，吃亏命。但如果你能做到存善心，说善话，行善事，你不跟人计较，你对传统市场卖菜的阿嬷多一点笑脸，你对家里那个老伴多一点包容，你做的每一件小善事，老天爷都在他的账本上给你记着一笔阴德呢。阴德积攒的多了，你的面相就变了，你的手相磁场也就跟着转了。这就是佛家说的相由心生。那些真正修心的人，到了晚年，哪怕手指头长得再难看，他满脸都是慈祥的菩萨相，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他，照顾他，晚年自然福泽绵长，到老不知何忧愁。说到底，善良才是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水，是你留给子孙后代最值钱的传家宝。所以各位今天能在线上相遇，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大家共同结善缘聚福气的道场。现在我邀请各位在留言区里留下你的善言和祈福，你可以打下一句，从现在开始存善心，说善话，行善事。你也可以为你最牵挂的人祈福，打下愿身边人身体安康，愿子女平安顺遂，愿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
千万不要小看这句简单的留言。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个影片下面留下这股善念的时候，我们这个频道就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正向磁场。你今天在这里留下了一句祝福，给别人传递了一份正能量，这个磁场反弹回到你身上的，就是老天爷赏给你的10分福报。好了，祝大家心宽福自来，万事皆如意，各位再见。